河灯？谁大白天的放河灯啊？金凡，你把河灯捞起来后去上游找人，如果找不到，就来下游找我。下游？为什么要去下游追？姑娘，姑娘，云为山姑娘，云为山姑娘。山，果然是你。不在房间好好待着，却往宫门大门方向走，所为何事？我想出去。第一次从大牢把你们带出来，你就独自离开，想要闯出去。当时我还以为你只是因为害怕想要逃走。可如今刺客已经找到，风波平息，你还想要出去，到底是为何？我本就不想嫁入宫门，是母亲逼我的。不能放！执任大人，河灯里有字。云为山，河灯里写这么多字，是想让河灯漂流而下，把这些信息传到宫门之外吗？我会试着放几盏河灯。你当宫门人是傻的吗？传出去谁来接应？若是河灯被捞起，里面的信息必定暴露无遗。对，就是要暴露无遗。不是没喝我的茶吗？怎么和江姑娘一样，脑子也傻了呢？我的意思是，主动暴露。你训练过的。我明白了，在遇到暴露身份的危机之前，主动暴露一些并非致命的信息，皆隐藏真正的计划和身份。没错，宫家的人虽然都很聪明，但这是所有人的心理惯性盲区。就像郑小姐主动暴露身份一样，一旦宫门的形成，刺客已经被找到的潜意识，那真正的刺客，你和我，就安全了。郑小姐也许不是自己主动想暴露的，对于吴峰来说，他的死正好只是他们想要的结果。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死，都只是他们想要的主动暴露而已。万一郑南一他就是那么伟大，就是愿意牺牲自己呢？山势很急，水流很快，傍晚赶紧回来。不，我要往下游走。我明白了，你的目标自始至终都是执刃，并非宫焕宇。而此时此刻，宫门的执刃已经换成公子羽了。公子羽平日里看起来游手好闲，但就我和他短暂的接触来看，他远比别人看起来的要聪明。
他一定会顺着江姑娘中毒的线索查到女客院落，也一定会重点调查同样中毒的我。沿河而上，是来这里的必经之路。我要让他觉得他和我是偶遇。你是想让他觉得自己和你是命中注定吧？你这么聪明，怎么才是个痴啊？只不过我获取的所有资料，都是他哥哥宫焕宇的脾气和喜好。这些是我们收集到的宫焕宇的信息。就这些？就这些，尽力了。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没有写在上面，比如宫焕宇有一个弟弟叫公子羽。公子羽，有他的资料吗？他是个怎么样的人？他不重要，你把精力都放在宫焕宇身上。宫焕宇是宫门的少主，也就是未来的执刃，在他身上才有你需要的东西。对于公子羽，我几乎是一无所知。公子羽早年丧母，所以性格乖戾，不学无术。长大之后，整日饮酒作乐，贪嗔大起。公子羽和他父亲的感情并不好，他似乎一直得不到他父亲的认可。他父亲几乎把所有的爱和期待，都给了武学和智慧更加出类拔萃的宫焕宇。爹爹，太冷了！这么娇气，不配做我顾宏宇的儿子。你看你的哥哥，他是怎么练功的？所以公子羽就更加自暴自弃。不过，宫焕宇倒是挺疼爱他这个弟弟的。我知道河灯里该写什么了。河灯是你放的吗？是。云姑娘真是聪明啊，知道如果河灯被人发现，一定会朝着上游去追，查找放河灯的人，你就故意朝下游跑，绕个远路再回去。可你知不知道这一路上岗哨暗堡到底有多少？你随时可能……不是，我是真的想出去。雨公子，求求你，放我出去。而且宫门中一直有传言，说公子羽并非宫家之子，他的母亲兰夫人在嫁入宫家之前，已经有心上人，日夜思念，总是想着逃出宫门去，最终郁郁而终。父亲，女儿已经出嫁了，他们给的聘礼很多，我想母亲应该不用再辛苦的做那些手艺活，艰难养家了。父亲，我知道你一直遗憾，没能有一个儿子可以光宗耀祖。你总是对我说，一定要嫁个好人家，让镇上的人都看看林家的女儿是好福气的。但爹爹，我没有被执刃大人选上，可能要让您失望。这真的是写给你父亲的？送。家父在外经商，经常坐船出海。有一次遇上了海难，就再也没有回来了。今天是家父的忌日，在我们老家有个说法，
海上丧命的人，要是看到飘荡的小船，都会想要飞上船看看，是不是家人来接自己了。你父亲不会失望的。这世间怎么会有父亲对自己的女儿失望呢？把脸上的眼泪擦一擦。对不起啊，今天把你伤着了。没事，不要紧。怎么会没事呢？这的确是我的错。我武功这么高强，你别逞强了。我一会儿通知医馆，给你做一下正骨，然后再喝几天舒筋活络的汤药，你的肩膀应该就没事了。多谢雨公子，多谢知恩。还是叫我雨公子比较好。知恩这2个字，我确实不习惯。不喜欢？我是说不习惯。不过，也确实是不喜欢。云姑娘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送你回去了。抱歉啊，我必须送你回去。可是，你现在是执刃，若是单独和我一起出现，怕是会给公子引来是非。你就这么不想跟我一起出现吗？哎，你别担心，我不怕是非。况且我也是要去别院的。公子为何要去别院？公子为何这样看着我？是不是我刚才说错话了？话倒是没说错，不过云姑娘，你这脸……我的脸怎么了？听说你昨夜也中了毒，满脸红疹，可是今日见你，这面容完好如初，已经恢复了。中毒？怎么会？你没有中毒。我昨夜只是满脸突发红疹，听闻上官姑娘家世代名医，就去问她拿了一些驱毒的药膏，兑水化开喝了1小碗，果然有用。睡了一夜就全消了。你发红疹之前都吃了什么？什么也没吃，就是去上官姑娘那小坐了一会儿，我们还一起喝了茶。昨夜江姑娘也是喝完茶之后就身体不适，去了医馆。大夫查证之后，才被证实中了毒。这茶是江姑娘的。云姑娘，这茶是江姑娘的吗？茶是上官姑娘的家乡茶，我和江姑娘觉得夜深了喝茶睡不着，可上官姑娘还是执意要泡给我们喝。经核查，大富城上官浅小姐的身份属实，没有任何异常。经核查，离溪镇云微山姑娘身份不符。
儿先生，请问我的身份有何不符？我有几个问题，想先问问云姑娘。你问。姑娘离家当日，家中可有遇到歹人？家中的确有个盗贼行窃，丢了些金银首饰，但万幸家中无人伤亡。因何从未禀报？出嫁当日就遇歹人恶事，我觉得有些触眉头，怕被宫门嫌弃，而且家人并未受伤，我觉得是小事，就擅自隐了。还请执人治罪。人之常情，我能理解。就查到这些，这等小事，就可以说他身份不符？宫门的侍卫去了云为山的家乡离溪镇。知道这是云为山小姐吗？带着画师的画像，向云家的下人打听，然而却没人认出你的画像。子羽弟弟，这可不算小事了。云姑娘，你真的骗了我们吗？都说。记住我说的话，无论如何，都要咬死自己的身份。我自小在离溪镇云家长大，画师的画像我都看了，样貌画工都很精细。街坊邻居、家中下人看了那画像，不可能认不出那是我。我也不明白他们为何会那样说，除非你们拿去询问的是另外一张画像。宫二先生要是认定我的身份作假，大可以直接杀我、拘我无话可说。但我就是离溪镇云家长女云为善。你紧张什么？云姑娘身份，这不是云为山姑娘吗？多么年纪大了，眼神越发不好使了吗？画得真好看。哎呀，真的是山丫头！哎呀，真是。云姑娘身份，查探无误。刚才只是一番压力试探，还请谅解。毕竟你是子羽弟弟选中的新娘，自然是要更加谨慎。哦，对了，云姑娘，你离家后，令堂十分惦念。我的手下已经转达说，你在宫门一切都好。云夫人要给你带句话。他说：“你能平安进入宫门，还被子羽选中，福大命大。云姑娘在羽公子身边，要尽心服侍才是。”云姑娘，这么快就收拾好了，
别太着急，我可以等你，别落下什么东西了。我本来也没有什么东西，是缺了点儿。明天我让下人给你添置几身衣裳，在雨宫也应该还有一些珠宝首饰，你有什么喜欢的可以挑一些去。缺什么，尽管开口。云姑娘，你千万别跟他客气，以后雨宫就是你家啦，你马上就要成为知人夫人了。有什么随便吩咐，除了金凡，千万别去找他。他这个人没什么定力，看见你和我这样的大美人，他抵抗不了诱惑。你在说些什么？云姑娘，我们还未成婚，只怕要委屈你，先以随侍的身份住在雨宫啊。怎么会委屈呢？执人特意来接我，我开心还来不及。我还是喜欢你叫我雨公子，叫执刃感觉身份了许多。林姑娘，以后宫门里要是有人欺负你，你就告诉公子羽；如果公子羽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。我呢，虽然治不了他，但我可以烦死他。胡说八道什么？开玩笑嘛，你没见云姑娘紧张呀？不过她之后的精力估计都要放在三玉试炼上了，也没有什么时间欺负你了。三玉试炼，那是什么啊？云姑娘，你若收拾好了，随我走吧。多谢旨。多谢雨公子。不过，雨公子确实不必亲自来女科院落接我，派人通知我一声就好了。我怕别人又说些闲言碎语，给您添麻烦。若管有人乱嚼舌根，我自会教他们规矩。而且，我来接我魏国门的妻子，怎么了？哇！上官姑娘，东西拿好了。云微山姑娘，你最好去检查一下，不要像我一样半路忘了折返回来，太耽误事儿了。你看这天都快黑了。知人大人，我先告辞，池公子还在等我。姑娘，那这样的话，我再去检查一下好了。宫门的三玉试炼，本就等同为少主之战，历年来都是困难重重，死伤无数，能够一次性通过3关的人，凤毛麟角。上一次闯过三玉试炼的人，是你哥哥宫焕宇和宫尚觉。我听父亲说，宫尚觉还是第一个闯过3关的人。那为什么最后是焕宇哥哥做少主啊？这是我第一次听说。因为执刃和长老们都认为他是更适合继承执刃之位。那宫尚觉能答应吗？他肯定不答应，他的不满全都写在脸上，这你都看不出来。你眼光真差。我不许这么说自己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得尽快通过3玉试炼，让所有人对我不再质疑。姐姐，我支持你。但是，你什么时候对当执人这么有热情了？还记得小时候，我们一起讨练功课，你变了。不是我变了。宫尚觉越不想让我当执人，我就偏要当执人。而且，我一定要查清父雄之死的真相。
给他们报仇。对，事情已经查清楚了，吴峰干的，你别跟他说。你再仔细想想，藏了这么多年，为何偏偏现在发现了吴峰命案？为何偏偏是宫尚觉发现的？而且，吴峰的人为什么要带一个危险的东西在身边？好凉啊！抱行。不过眼下有没有更多的线索了？还是得通过三玉试炼。姐，这三玉试炼第一关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我连参加试炼的资格都没有，完全不知道。完全不知道。我知道。子玉，我的父下。最见血，麻醉汤药。等等，子玉，你此刻或许还不清楚，此这些密文意味着什么，你将要面对的是什么。但我必须告诉你，密文自完，你便终身不能离开九尘山谷，往后余生只能居于此地，为宫门生，为宫门死。这是身为宫门之人所需背负的责任，懂吗？立刻将新执人继位的消息传给所有的前哨据点，昭告江湖。是。宫门地勤一直服用你制作的白头醉，理应是百毒无情，为何父兄中毒身亡？你们指宫到底在干什么？住手！原旨，不可对执人无礼。执人？就他？原旨。荒唐！公子羽也配做执人？第一顺位继承人
应该是我哥哥宫尚爵。宫门初代执人定下的2条家规，其一，宫门不可一日无主，执人一旦死亡，必须第一时间继位；其二，如若执人与继承人同时死亡，则必须立刻启动缺席继承。宫尚爵不再纠缠山谷，按照祖宗规矩，符合条件继承执任的，只有公子羽。那可是公子羽他够了！有任何争议，等尚爵回来再说。这么早来看我，你想多了。找我什么事？既然我们的身份一样，我想有些事情还是说清楚一些比较好。哎，不一样。
我昨天跟你说了，我是妹，比你高一截，在无风里位高半阶压死人，这话你应该听过吧？听过。我只是没想到，他们还会派了妹姐无风一起潜入宫门。万事皆有代价，有代价就有牺牲。如果不是郑小姐暴露的话，那么牺牲的人就是你了。她也是妹，她那么蠢，怎么可能是妹？所以之后，只有我们两个一起执行任务了，是吗？还有其他人吗？鸦雀成群，孤鹰在天。我们之间不存在我们，也不存在一起。清楚了。等等，你昨晚潜行外出，有打探到什么消息吗？昨晚我救了你，你至少应该告诉我，到底谁死了？你怎么知道有人死了？那么多白色天灯升空，仆人端着蜡烛、法事器皿往外走，我又不瞎，怎么可能看不出？执刃和少主2个人都死了。你杀了他们。大夫，这姑娘她中的什么毒啊？有些复杂，感觉像是同时中了好几种毒。大夫，这姑娘脸上的红疹也是因为中毒所致吗？对，而且是一种烈毒，发作很快。但江姑娘在昏迷时又胡言乱语的，感觉又好像是中了伤神攻心的寒毒。她有生命危险吗？这事不好说。脸上的红疮好说，几副清毒汤药下去就可以缓解。倒是让江姑娘胡言乱语的那种伤神寒毒，目前还没有头绪，不知道解法呀。可能回头需要问芷公子了。大夫，药煎好了。送过去吧。是，大夫，这药是啊，是给另外一位也领了金牌的云为山小姐的，她的脸上也出现了这种红疮。当然不是我杀的，刺杀执刃不是我的任务。那你的任务是什么？我们彼此之间应该不能交流这些吧？话是如此，但我也是好心。如果改日你像昨日那样鲁莽行事，到最后还是我帮你收拾烂摊子。如果我能提前知道你的任务，或许我还能帮你打掩护。毕竟，你要是暴露了，那郑二小姐不就白死了？姐姐，我也是好心，你别多想。应该叫姐姐，是吧？你不是可惜郑小姐，你是怕我暴露了，自己也就藏不住了。宫门会意识到，既然有第2个，也就可能有第3个，对吧？你看，我和你之间还是有我们，所以最好也一起。我都说了，我们之间任务不一样，
你给江姑娘喝的茶里下了毒，你想取代她，我们的任务应该是一样的。江姑娘脸上的红疮，难道不应该是你指甲上的扣单吗？你都看见了，这还要看？这不是无风的基本训练吗？我本来可以毫无痕迹地让江姑娘成为别人眼里的失心疯，但是你却突然出现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过不了多久，我又要帮你收拾烂摊子了。大夫，这2位姑娘所中之毒和执刃所中之毒有什么关联吗？没有关联。多谢大夫。江姑娘所中之毒，既然和执刃少主之子没有关系，那我们还去女科院喽？您现在已经是执刃，还未选亲，贸然前往，不太合适吧？人这不怕影子斜，况且我这比直的有什么好害怕的？你每次。我给江姑娘的茶里没有毒，那就是熏香。熏香也没有毒，但是喝完茶之后，再吸入香，就不一样了。起初只是神志不清，过不了几日就开始喃喃自语，仿佛一尘。作为无风的刺客，你那神情未免有点不合时宜吧？你这么心软，迟早有一天要栽在上面的。我不伤害无辜之人。姐姐，你真有意思。说回我那熏香和茶，单独来看都是无害无碍的，就算派人查，也无从查起。我本是好心提醒你，这茶已被我动了手脚，不要喝，但是你却自作聪明，弄巧成拙。现在好了，江姑娘脸上的红疹和你指甲上的扣单，可都是铁证。我要是你的话，我现在就去把这指甲给洗干净。姑娘说是药，不知可否当面服用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这颜色不对。怎么？不能喝吗？果然。什么意思？可惜了这样漂亮的脸蛋，心肠却如此恶毒。带下去，把他送出山谷，请回宋家。是。不是我，你们弄错了，不是我。红色粉末查清了，该验验这些茶叶了。本来我想让上官姑娘亲自服用的，但她本人却不在，有趣。我来试吧。上官姑娘当晚和我们一起喝茶，她自己也喝了，我可以作证。所以，我相信这些茶叶没有问题，而且。确实是上官姑娘治好了我脸上的红疹，让我来吧。
等等。既然云微山姑娘说的这么坦荡，那就不用喝了吧。知任大人，这不太好吧？你一碗水得端平吧？这是一碗茶，又不是一碗水。虽然她不用喝了，但是我想审问一下上官姑娘，为何？云姑娘刚刚可能没有注意听，所有进入宫门之人都需要全身搜查，不可携带任何药物或者武器进入山谷。云姑娘刚刚说，昨夜她是吃了上官姑娘的药膏才缓解了红疹，所以我想问一下上官姑娘，她的药膏是从哪里来的？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就在这里等吧。上官姑娘应该很快就回来。